罪臣古云年叩见吾皇。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古云年给太后请安，祝太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古云年，张坚指认你当年收到密信，诛杀了帝家军，你可知道？放心，哀家会救你一命。当年你替哀家做的事，哀家记得。还不快说实话！亡我此前这般信任你，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！是。罪臣当年的确收到一封信，让臣截杀帝家军。只是时至今日，臣仍不知信是谁写的，而信也按照信中指示被我烧了。你不知道是谁写的？不知道是谁写的，你就按照上面的吩咐去做了。古云年，你当时已经是执掌一方的将领，你会犯这样的错？任安乐，不知道便是不知道，实是我古云年一人所为。明面上是扶起北秦人，实则是诛杀帝家军。这样欺上瞒下的事情，你不知道是谁指使的，你就这么去做了，甚至还把证据给烧了。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，多少年后还会有人来翻这个案子？够了！皇帝和太子都没有说话，轮得到你来审他？我这不是正在替陛下和殿下分忧吗？陛下，任大人的话不无道理。古云年，你犯下如此重罪，不是一句不知便能蒙混过关的。没错，当时能够指使古云年的人，按照他的地位寥寥无几。今日要是这件事情说不清楚，你就别想走出这座大殿。陛下，如今信已不在，就全当是老夫的过错。但是老夫此生无愧于陛下。无愧于陛下？科考舞弊，江南水患，钟家灭门，再到皇宫行刺，这桩桩件件事情，哪一件是无愧于陛下的？陛下，我任安乐读书不多，你们竟然会觉得这是忠君爱国之举？老夫一时护犊心切，做了些亲亲相隐的错事，但小节有损，大节从未有亏。古云年，你错诛帝家军，还这般冠冕堂皇，难不成你想赖在天子头上？任安乐，休要胡言！古云年，事到如今，不论帝家之事，你所为恶行早已该当死罪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，是想株连九族，拖妻儿下水吗？还不快说实话！陛下，10年前的旧案，老夫记不清了。既然张坚说有信，那便有信；太后说无信，那便无信。老夫追随陛下一生，
性子，陛下想必也是清楚的。我是自恃功高，乃至骄横枉法，但皇宫刺杀，并非老夫所为，只是军心既寂，百口莫辩。时至今日，老夫所言已无人相信。今日之忠义侯，亦如当年景安侯。报应啊！也罢，养奸御善，杀奸立威。老夫既是个奸臣，那就最后祝陛下一次，罪臣先走一步。古一年，陛下，太后，古云年已卒。古云年已死，当年有无密信已经无从考证，帝家旧案俨然成了一桩无头悬案。既然如此，此案就交给三司会审吧。来人，将这两个人押下去。今日是哀家的寿宴，也是太子妃的册封仪式，希望诸位不要受刚才的事情所打扰。帝承恩，上来吧。陛下，太后，承恩根本不认识钟海这个人，更不知道他所说的一切。承恩只知道，帝家有愧于大晋。今日太后寿宴，竟又因帝家之罪侵扰，请太后恕罪。帝是承恩，承效忠君，其情可表。朕明白你的心意。从今往后，帝承恩不再是叛臣之女，而是我大晋的太子妃。谢主隆恩。慢着，帝承恩没有资格替帝家认罪。至于太子妃一位，帝承恩恐难胜任，望陛下可以收回旨意。然了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帝家孤女，
怎么没有资格替帝家请罪？陛下，太后，承恩已经承认罪行，帝家是不会否认之前犯下的滔天罪孽的。帝家无罪。我都已经认罪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帝家无罪。然了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说，帝承恩没有资格替帝家认罪，能替帝家人说事的，唯有我帝子元一人。你，帝子元？你说你是帝子元？任安乐，你疯了！我才是帝子元，你不过是一个靖南的女水匪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说你是帝子元，你有何证据？依哀家看，你不过是对太子妃位不死心，妄图搅乱朝政。好，你说你是帝子元。帝子元幼年时在宫里玩耍，左肩上受伤，留下了一道疤。如果你是帝子元，可敢一验？有何不敢？孙嬷嬷，阿宁，你去瞧一瞧，给哀家瞧仔细了。是。子元，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我相信你。启禀陛下太后，任大人左肩处是有一道伤疤。荒唐！仅凭一道疤痕，就能断定你是帝子元？我还有一个人证。何人？太子殿下，我是帝子元吗？如果没人相信你是帝子元，那么申冤一说便无从开始了。我有人证，但就怕他不能遂你的心愿。只要让他知道，当年之事确实是陷害忠良，韩烨一定会站在我这边。公正道义和天下大安，你觉得在韩烨眼里哪个更重要？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韩烨？天下大安如若是他的理想，那公正道义便是他的秉性。天下大安如果是建立在失去公正道义的基础上，届时韩烨是不会答应的。殿下，世间满目不平，安乐如何安乐？
陛下，任安乐确是弟子缘。朕相信太子的话，朕姑且认为你确实就是弟子缘。陛下，不过，如果你是弟子缘，他又是谁？10年前，陛下下旨，将我送去永宁寺。我与他互调了身份，他代替我去了岱山，而我几经辗转，落草为寇，成为了安乐寨的靖南水匪任安乐。哼！所以说，3万水师求嫁太子，并非是真心婚嫁。原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谋局啊！靖南水匪任安乐，确实是为了求嫁大靖太子而来。但如今站在这个朝堂上的弟子缘，是为了帝家申冤而来。然了，并不是因为你是弟子缘，你的话就更有说服力。还请太后将我送与您的寿礼拿出来与众人一观。赵福，请太子殿下打开卷轴。帝家军虎骑营先锋张少成，年28岁，卒于庆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千夫长赵洪海，年32岁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百夫长孙兆芳，年35岁，卒于青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将士王宏宇，年25岁，卒于庆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将士刘宇芳，年27岁，卒于庆南山。帝家军虎骑营将士孙宇成，年23岁，卒于庆南山。子元，我怕此次只有你我几人，难以撼动帝家的旧案。不只是我们，是有8万人。这8万人一直都与我们在一起。陛下，忠臣之冤，将士之愤，还望陛下可以给帝家一个清白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顾云年已死，不管他是故意屠杀帝家军，还是无意，都已经无法做出判断。但是，有一件事情却很清楚：当年帝家军无令出行，铁证如山。纵使你是弟子缘，也不能空口无凭，只是喊冤。顾云年是已死，
他是否杀害忠良，是否受到密信，也无从查证。但是陛下当年确实给家父寄过一封亲笔书信。哼，那年朕根本就没有给帝永宁写过任何信。此事涉及家父清白，臣不会妄言。当年陛下给靖难发来一封密信，要家父出兵西北。古余年抄帝家满门之时，收走了所有的兵符，但却没有找到那封密信。那是因为家父将那封密信交予了我。现如今，那封密信就在这大殿之上。在哪儿？太子殿下，请将那把折扇交予我。你为何要把这折扇送给我？因为太子殿下身边最安全。这世间最难伪造的，便是陛下的谕旨。这封信不是朕写的。右相，你乃两朝元老，又曾为帝师，陛下的笔迹，你应该最为清楚。老臣当然认得。那您看看，这是否是陛下的字迹？事关8万忠良之事，请右相据实相告。说。陛下，密信之上谕令晋南8万帝家军，接信之日起发军西北，上面印有陛下的玉玺。至于笔迹，乃陛下亲笔。这封信不是朕写的，但右相已经证实，这确实是陛下的亲笔。笑话！朕是天子，你要朕自证清白吗？陛下，右相，连你也不相信朕？倘若事情真是如此，还望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。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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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了！反了！还请陛下给帝家一个清白，给天下一个公道！你们想造反吗？请陛下给天下一个说法。太子，连你也不相信朕吗？臣相信证据。信不是陛下写的。可我担心，
缺了那个最重要的人证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指认幕后真凶。韩仲远代表了整个韩氏皇室，只要我尽得人心，逼他低头，一切都可迎刃而解。这也是我敢于站在殿前的底气。至于安宁，虽然我不想拉她入局，但是在人心面前，她应会有自己的担当。信不是陛下写的，是太后。安宁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执政的可是你的亲祖母，大秦的皇太后。安宁啊，安宁，哀家不知何时养出你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孙女。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毁我清誉！陛下，陛下，既然安宁公主说此事背后与太后有关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听听安宁公主说些什么？听什么听？安宁，你糊涂了。来人！安宁公主身体抱恙，扶她回宫。慢着，住口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陛下抄帝家满门的那一夜，我去了静心堂。那晚，我本是去找皇祖母替帝家求情，却不料撞见了皇祖母的隐秘。靖安侯如何了？已经自尽了。死了也好，免得日后知道了帝家大厦倾颓，到时候生不如死。只是什么？陛下虽赐死了帝家满族，但是却饶了帝子元一命。罢了，一个孤女，留着她这条命，好堵住谏言之口。过个2年，赐她暴毙便是。还是太后您计谋巧妙，否则就算奴才偷来了玉玺，将伪造的陛下手谕传往靖南，那靖安侯也未必相信那是陛下的密旨，将帝家8万大军调往西北。对了，告诉古余年，一定要找到那封密旨，毁了它。后来梁喜自缢，静心堂的管事太监也不见踪影。陛下，安宁有罪。安宁10年前便知晓真相，却未能如实道明，致使帝家满门和8万将士含冤10载。安宁愧为大晋公主，恳请陛下责罚。你那时候还小，或许是记错了。陛下，此事的确是安宁的一面之词，单凭此事，不足以问罪于太后。但刚才右相也说了，这封信的确是陛下所书。就算是林母啊，这世上有几人能做到？陛下，您忘了吗？在微臣之前，陛下的启蒙之师正是太后。违谏！这封信
确实是哀家写的。这件事是哀家做错了，那又如何？帝家拥兵自重，功高震主，哀家如鲠在喉。皇帝念着与帝永宁的情分，不愿动手。为了天下的安危，这件事就由哀家来做。谁若有胆，就押哀家去宗正寺受审。哀家等着他。陛下，老臣恳请陛下还百姓一个清白，以昭日月，以正我大晋国法。臣等扶起圣明清察，严训正修，以昭我法。臣等扶起圣明清察，严训正修，以昭我法。帝家军将士不计生死，前赴后继，只为给百姓打出一个和平盛世，却只因太后一句拥兵自重，便死了个干干净净。陛下，我不要抚恤，不要恩赏，我只要陛下还帝家一个清白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请陛下还帝家一个清白。请陛下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8万将士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请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8万将士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请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请还帝家一个公道，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。朕是大晋的天子，定会整顿朝纲，发布阿规。朕不会替太后辩驳，但是朕虽为国君，亦为人子，生养之恩又如何轻忘？陛下，圣人曾说，以孝治天下，是为推其爱敬之心，以爱敬万民。因为民为邦本，本固方得邦宁。臣再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为万民计，为天下计，为千秋万代计。请陛下为万民计，为天下计，为千秋万代计。也罢，朕自罚3日于太庙之内，3日之后，朕会给帝家，会给众卿，会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
朕再问你一句：从今往后，你是何身份？世间本无人安乐，从此只有弟子缘。好，从今日起，大晋朝堂只有弟子缘，再无人安乐。你终究还是变回了弟子缘。多谢太子殿下，方才为我证明身份。我不是为你，我是为了天下公道。我既知你是弟子缘，断不会试图掩盖。你是不是也知我性情如此，所以从不介意在我面前露出马脚？太子殿下生性纯良，为人正直，断然不会在如此大的事情上面撒谎。子渊，我问你，如今这一切是你想要的吗？是。我苦心谋划10年，就是想要这个结果。所以，从一开始你接近我，也都是为了今日。当年，韩家欠帝家一个公道，如今，何该把这个公道还给你？那谁还我一个公道？当年我替你上了山，在牢中待了10年，10年没有自由，你在外面恣意快活，10年，这10年来，我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过的什么日子你知道吗？我才是弟子缘，我才是这大晋的太子妃。我替了你10年，生不如死。现在你回来轻轻松松的说你是弟子缘，那我是谁？我是谁啊？你以为全天下都欠你的吗？你以为全天下都欠你的吗？回去吧，帝承恩。帝承恩，帝承恩，不，我不叫帝承恩，这名字是假的，我的人生也是假的，我不叫帝承恩，我是谁？我不是弟子缘，也不是帝承恩。我是谁？那我是谁？那我是谁？那我是谁？弟子缘，我终于可以叫回你的名字了。其实还是任安乐更好听。只是这一路走来，我并未做到任他清风明月，我自安康长乐。
辜负了。但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，而且，你逼得韩仲远为帝家翻案，还帝家一个清白，太后也当众认罪。我们赢了。是，我们赢了，我终于可以被叫回弟子园了。你辛苦了。我这一生只为帝家，只要你能够得偿所愿，我无怨无悔。可是这一路走来，我实在是辜负了太多的人，安宁、韩烨、帝承恩，还有古云年虽死，但华元山之事仍有诸多疑云。他死前所言似乎透着别的蹊跷，这大清朝堂似乎还藏着我不曾试探出的错综根系，会让国家危难之事再度重演。比如紫薇，你不必太过担忧。这朝堂如今是韩氏的朝堂，你不需为他们负责到底。阳光总是要破云而出的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。母后，以后您就安心礼佛，外面的事情您就不要再过问了。儿子也会自尽于太庙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母后，您不用忧心。堂堂大晋国的君主，竟然被帝家一个丫头逼迫至此吗？并不算逼迫。如果不如此做，儿子便无法统御民心，更无法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呀！你不是也是帝家为眼中钉吗？这10年来，你能稳坐皇位，是因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哀家当年。皇帝，这天下是我们韩家的，卧榻之下，岂能容忍8万帝家军在旁酣睡？你与帝永宁有手足之情，我知你必定心软，不会动手，所以哀家才帮你一把。母亲，朕知道您是好意，但是您的好意却酿成了大祸呀！哀家只是不放心。不放心？母亲，这么多年来，朕的皇位从来都坐得不安稳，但即便如此，这皇位还是您的儿子在坐。母亲，难道您认为儿子没法自己解决帝永宁和他的8万帝家军吗？还是您跟父亲一样，都认为你们这个儿子不如帝永宁？不是这样，哀家从未如此想过。母亲，
此事您不用再管，朕自己会处理。皇祖母，安宁在此向您谢罪，请皇祖母保重身体。安宁不孝，建安侯府比往日更显凄清了。毕竟改做了刑部大牢。帝家既已喜恩，明日我便向陛下请旨，改签刑狱，重修侯府。此人，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。太子妃之位，只属于你。先皇许我太子妃之位，可问过我是否愿意？今上留我太子妃之位，又问过我是否愿意？又如何呢？反正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。我求你不要夺走仲远的太子之位，也不要夺走韩子安。你真是想太多了。来，先喝杯茶吧。我愿意以孙家举家之产来弥补帝氏一族的损失，只要你肯离开这里。
皇位、天下，于我来说，与这杯茶无异。不然，我也不会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。而我所图的，就只有天下安康。不日，我将会离开京城，回晋南去。无论是楚军还是韩子安，你都可以放心。你食言了。他离世时，不是哀家，也不是皇帝陪着他，而是你。世人称颂帝家家主仁义无双，可又有谁知道我这个嫡妻是如何熬过被冷落的这些年？帝圣天，有些事我们要好好的算一算。给哀家更衣。是。有些话我必须问清楚，否则哀家死了也不得安生。哀家才是这大晋尊荣无上的皇太后。恭喜小姐沉冤得雪，洗刷冤屈。是啊，如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小姐，这大仇已报，你为何看起来不开心啊？大仇已报，了却心事。可是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了。这10年走来，我已经被复仇弄得面目全非。小姐，为何不去找家主？上次你坠落花园山，家主现身去找你了。姑祖母多年来避世隐居，连我都不知道她还活着。想必她定是自有主意，我就不去打扰她了。这一路格外艰辛，不过过去的事儿就不必再想了。以后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我们也是。来，今晚不醉不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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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玉君，我是个善恶分明、有仇必报的人。你手上沾满了我帝家人的鲜血，你若再往前一步，我必让你血溅当场。哼！当年事发之时，你隐居室外，不问红尘，天下人都以为你死了。如今黄土白骨，你才来找哀家算账。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当年我对韩子安做了承诺，答应他不踏进京城一步。我既然答应了他，我就要守诺。守诺？你帝圣天也配说承诺2字？你几时守过承诺？当年你明明答应我，你会离开先帝，可最后，你还是跟他走在了一起。金銮殿
是你陪他议政的地方，御书房是你陪他批阅奏折的地方，到最后，你们两个干脆一起搬进了梅花小筑，还带着我的儿子。整个大晋国，我只有一处，他从不踏入的静心堂，这就是你说的守诺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就要毁了我帝家，屠杀大晋8万子民，最终让帝韩两家结下了血海深仇。这么做，你对得起韩子安吗？我如何对不起他？我为他耗尽一生，而他呢？他又为我做了什么？韩子安为了你们母子倾其一生，他为你留下了一个安定的大晋。大晋开国第2年，韩子安便活不了了。那时，我已做好准备回晋南。临别时，我去向他告辞，却发现他晕倒在御书房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他的命只能活3个月了。大晋建国之初，北秦、东迁，虎视眈眈，他不能死，我只好留下来，费尽心血，竭尽全力护住他的心脉，让他多活了3年。不可能，你说谎！此事我没必要骗你。他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？我可是他的妻子，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？如果连你都骗不过，又如何骗各路诸侯、各国刺客？帝圣天，韩子安，你们是不是都把哀家当成傻子一般看待？不与你说，是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根本没有必要瞒着我，因为我是他的妻子。你们告诉我又能如何？我只会阻止你救他，还是会把此事公之于众，让晋国大乱？你们两个是那么的高高在上，才会把别人都想得如此愚蠢。你一直都说，你与韩子安不过是惺惺相惜，相交莫逆，可这番话，普天之下又有谁能相信？随别人怎么想，我自问心无愧。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简直让我恶心。我不想再与你和韩子安有任何瓜葛。如今你容貌依旧，想来100年之后还能跟他再续前缘。与你超然物外不同，你对自己的子孙不管不问。我假传圣旨，害死8万将士，这笔孽债我自己来背。虽则如此，可我并不后悔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聪明，又岂会不明白？我他之策，岂容他人酣睡之理？如果我真在意那个位子，我又何必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？孙于君，
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哼，你自负一生，愈智愈雄。须知你帝家雄霸一方，总有一日会山河分裂。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。为了我的儿子，为了整个大晋国，为了天下安稳，我至死不悔。殿下，该歇息了。殿下，有些事情不是您能左右的。任大人也是。他如今是帝子元，是。帝大人也是，终究同你有几分情谊，怎么能挑这一天呢？原本就是韩家亏欠帝家，他想做什么，不必顾及我的情面。总之，今日之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但往日的情谊也到此为止了。文叔，但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更与你和他之间的情谊无关。你既觉得他亲切，他也把你当作亲弟弟一样看待。日后你们二人可以多多来往，他看到你会开心的。是不原来放下信访的好计划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大义灭亲，匡扶公理，我从未见过哪国的公主如您一般勇敢。我只是在为我10年前的懦弱全力赎罪罢了。可是我更对不起皇祖母。小时候，她待我那样的好。于太后而言，她再也不用向任何人有所欺瞒了，也算是解脱了呀。将军，您近日太过劳神，不如将公务交给属下。大人，您别喝太多了。这天气寒凉，酒却浓烈，一冷一热，您的身体受不了的。10年了，这10年，我苦心孤诣，10年蛰伏，终于替帝家讨回了公道。
知道吗？我已经10年没这么开心了。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去说吧。我真的没事儿。这10年了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叫她紫苑了。那个京城最恣意洒脱的女子，我亲手把她带回来了。帝小姐回来了，可您呢？您自幼体弱，若不细心调养，寿命难长。可这10年来，您为助帝小姐复仇，何曾给过自己一丝喘息的时间？就算我油尽灯枯又如何？我这一辈子就是为紫苑而活的。帝紫苑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吗？10年了，不管我学的有多像，终究还是没能成为你。如果这一切注定不属于我，何必让我有那一瞬间的错觉？我们回家吧。你看，你都淋湿了。该回去了。你走开！我不是帝紫苑，别过来！你说过，最需要带下山的是我。刚入京的时候，我劝你京城险阻，不可久居。你说，是我们要长长久久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。我想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我说过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换你余生无恙。如今我未死，你的余生还未过完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已经不是帝紫苑了。
我只是一个乞丐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还有我。你不是什么乞丐，也不是什么弟子园，你是我母亲一生想要守护的人。你看，你送我的剑穗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你说过，你为我编织剑穗时的心意都是真的，我都记得。我那都是诓你的话，真情也好，假意也罢，你说的话，我都信。贤弟，我的香烛供奉，你想必早厌倦了。是，你胸怀大志，方令我刚及斗后，便虚耗韶华。此一拜，是谢你留我这尊荣虚名，但你忘了。孙家亦是百年门第，我孙于君从不弱于旁人，只是你无缘得见罢了。小姐在想什么呢？今天是第几天了？明日便是陛下允诺我们的第3日了。小姐等了10年的答复，终于要来了。陛下他不会糊弄咱们吧？刚才一共敲了多少声钟？60。太后才过完60大寿。小姐，难道是太后轰了？
帝家的冤案昭雪了，可你仍然是大晋的皇帝。韩中原，输的是帝家，是帝胜天，是帝子元。你赢了，哀家也赢了。帝胜天以为哀家这辈子最记挂、最上心的是先帝，以为哀家灭了帝家也是为了先帝，都不是。哀家是为了你，我唯一的儿子。哀家是为了你能君临天下，做个人人敬仰的好皇帝。哀家做的事，哀家自会负责，不会让你为难。这大晋的天下，虽说是帝韩联手打下的，但到底是我们韩家在治理。于大晋子民而言，我们问心无愧。哀家先走一步，莫要牵挂。儿子，谨遵母后的教诲。殿下，西北边境帝家旧部现在的情况如何？目前正在召集之中，只是帝承恩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已然不能再用了。不过，这个消息一时半会儿传不到边境，我们现在应该趁这个机会，利用帝家旧部，把那几座城池都策反过来。这是从西北发来的最新情报，里面记录了青南城最新的防守布局以及人员调动。看来殿下已将安宁公主完全的拿捏了。殿下，北秦那边有传信来，若我们掌握了西北的大部分情报，为防生变，还是早日将安宁公主。不必杀他。我是说，从现在的情况看，他活着的价值更大。毕竟兵权还掌握在他手上，而且他又常年驻守在青南城，一直颇有威名。你让那边放心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我会利用他，拿下青南城。殿下在大殿上守灵3日，不吃不喝，也未曾合眼歇息过，身子想必累坏了吧？为皇祖母亲孝道，是我身为太子的本分。殿下，我最近学了几个新菜式，有红豆鳝粥、宫爆野兔，还有个醋溜鱼片。说起来，这个红豆……你倒是什么都爱琢磨，除了读书。这不是殿下需要吗？我在做菜上面可有天赋了，什么菜都是一学就会。
就是安乐姐最喜欢吃的那道江南名。殿下，你还怨安乐姐吗？结局早在10年前便已注定，与她无关。安乐姐。